解密健康密码，让生活更美好。脸上出现这5种异常，警惕疾病来袭。长寿脸的7个共同特征，你有几个？脸色这么差，是生病了吗？你印堂发黑，是不是有血光之灾啊？我们常通过一个人的脸来判断他的健康状况，有的有迹可循，也有的可能带点玄学。其实在医学中，确实能从脸部的一些特征判断是否有疾病。比如下面这个案例，上海一名女士出现间歇性头疼、视力下降的症状，怀疑是垂体瘤，便在丈夫陪伴下去医院看诊。医生判定她所患的是良性的拉克氏囊肿。本来夫妻俩松了口气，结果医生转头问丈夫：“你有没有感觉这几年相貌变化很大？可能你才是患有垂体瘤的人。”原来医生发现她可能是垂体瘤导致的肢端肥大症，而他提到的睡觉打鼾伴有呼吸暂停也是症状之一。最终检查结果显示，他的脑部真的长了一个直径约7毫米、黄豆粒大小的垂体微腺瘤。所以平时多照镜子，及时关注脸部异常变化，说不定就揪住疾病的苗头，救自己一条命。脸上出现这5种异常，警惕疾病来袭。1. 鼻唇沟不对称，小心脑梗。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生李帅曾介绍，鼻唇沟突然出现不对称的情况，可能是脑梗的前兆之一。鼻唇沟是指从鼻翼两侧延伸到嘴角的生理曲线，也是我们常说的法令纹，一般衰老后更为凸显。正常来讲，这2条线是对称分布的，但当大脑一侧有血管阻塞时，神经会缺血受损，难以控制面部肌肉，就可能让鼻侧沟纹一侧变浅，整体看起来不对称。另外，脑梗更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侧肢体或面部无力麻木、言语不清、理解困难、视物模糊、突然失去平衡而跌倒等。如有上述症状，需尽快就医。2. 抬头纹比同龄人多心血管疾病。欧洲心脏学会的一项研究对3200名成年人进行了20年的随访，结果显示，相比于同龄人平均水平，前额皱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抬头纹越多越深的人，因心血管病而死亡的风险也越高。据研究人员猜测，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的变化和氧化应激，在动脉硬化和皱纹形成中都发挥着作用。而且前额的血管非常小，对老化后堆积的斑块更敏感，所以前额皱纹可能是血管老化的早期迹象之一。不过，年龄增长、长期暴晒阳光、频繁扬眉皱眉也可能增加前额皱纹。是不是心血管疾病，还得通过心电图、心脏超声等方式检查，并由医生来判断。3. 面部、眼睑浮肿，肾脏疾病。有时一觉醒来，我们会发现自己脸肿了，这可能是睡前喝太多水导致的。但如果频繁出现，就要警惕肾脏疾病。当肾的过滤功能受损时，尿液排泄减少，多余的水分就会渗透到人体组织中，形成水肿。而脸部，尤其是眼睑组织较为疏松，容易储水，会先浮肿起来。特别是到了早晨，因为躺了一晚上，水分流向会受到重力影响，面部浮肿现象会更明显。此外，肾源性水肿随着病情发展，还会逐渐蔓延至全身，同时伴随一些肾脏疾病常有的症状，如蛋白尿、血尿、夜尿增多、腰痛、血压升高等。4. 眼球突出，甲亢。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向来被视作容貌良好、精神气足的表现，但如果眼球过于突出，就要注意是不是甲亢了。甲亢患者的甲状腺激素合成分泌增多，导致眼球后面组织水肿增大，压迫眼球，同时眼球外部的肌肉也受损变性，变得无力，显得眼睛更加突出。除此之外，甲亢还可能有这些症状：焦虑烦躁、脖子肿大、心跳加快、食欲增加。有的话建议去内分泌科看看。5. 眼球周围出现白环动脉硬化。中老年朋友照镜子，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黑眼球角膜边缘有一圈灰白色的环状物，
乍一看有点像戴了美瞳，医学上称为角膜老年环或角膜类脂环。角膜类脂环一般在40岁左右开始出现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发生率也在增加。虽然有个老年环的名字，但它不只是年龄增长的表现，也是血脂升高的信号之一。因为角膜依靠边缘的血管网和眼内的防水供给养分，当其中的脂质含量高时，就容易沉积在这里。由于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因素，医学信息有研究指出，角膜类脂环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。健康是长寿的必要前提。既然我们能从脸上看出健康问题，那么是否也能从脸上找到一些长寿踪迹？国际生物医学特征辨识学会副主席、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洪模曾总结过一些长寿脸的共同特征：一、天庭饱满。中医里，肺主气，心主血，额头作为心肺区域之一，饱满丰润，说明心肺好，气血足，有利长寿。二、眉毛长垂。眉毛在面相上又称长寿冠，眉毛黑亮高长且眉尾下垂的人，往往拥有较高寿命。三、眼睛有神。中医里，眼睛是五轮之一，眼角属于心，眼睑属脾，眼白属肺，瞳孔属肾，黑眼球属肝。眼睛明亮有神，通常意味着五脏健康，特别是肝血充足，这与长寿密切相关。四、耳大而厚实。中医认为，耳为肾之窍，耳朵大而厚实是肾脏结实、肾气旺盛的象征，寿命可能更长。五、鼻梁高挺，鼻头光泽。中医诊断学中，鼻为脾胃之外候所在，与脾胃的经脉相连，高挺有光泽说明脾气通顺，胃口好，吃好喝好，更不易于生病。六、牙齿整齐坚固。太乙照神经中提到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，而齿乃骨之余，牙齐齿坚说明骨气充沛，老年期间也更健壮。七、地格方圆。地格即下巴位置，下颌关节的方圆丰满，体现了消化功能强健，能更好地将食物转化为精气，滋养身体。如果有相似的面部特征，恭喜你有长寿的潜质。没有也不用担心，虽然我们没法决定先天的容貌，但也可以通过后天养生方法养一养对应的脏器，同样能促进身体健康，延年益寿。一、养心肺。心肺分别代表了身体的循环功能和呼吸功能。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扩大肺活量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心肺功能，如快步走、慢跑、骑自行车、有氧操等。每周可以进行3次，每次运动30分钟左右。另外，西兰花、芦笋、百合、苹果、梨等都是润肺良药，大蒜、深海鱼、洋葱也有助于降低胆固醇，维护心血管健康，可适当补充。二、养脾胃。中医认为，脾胃是运化饮食和水谷的脏器，脾胃虚弱就会出现不思饮食、胃脘隐痛、腹胀等症状。饮食中应避免过量摄入酸辣等刺激性食物，适当增加甘味食物，如山药、大枣等，以补脾和胃。按摩也有助于养护脾胃，可以双手叠加，以肚脐为中心按顺时针、逆时针方向摩揉腹部各10遍。三、补肾气、骨气。中医认为，肾为先天之本，为元气所在，而且肾主骨，肾精充足则骨髓充盈，所以补肾气也有助于补骨气。然而，冬季的寒气最易伤肾，导致腰膝冷痛、夜尿频多、易感风寒等症状出现。补肾气可吃黑豆、黑米、黑芝麻等黑色食物，特别是黑豆，被誉为肾之谷，能够补肾强身。这些食物煮粥再吃，既可驱寒，又可补养。日常防寒也很重要。常言道，寒从脚下起，临睡前用45至50摄氏度的热水洗脚泡脚，也可护胃肾阳。四、补气血。气血不足，脸色苍白，总让人看起来精神萎靡、病殃殃的，所以日常生活中也得注意气血补养。可以在饮食中适当增加富含铁、蛋白质、维生素 C 和叶酸的食物，
如红枣、胡萝卜、阿胶、猪瘦肉、鸡蛋、红糖、桂圆、黑芝麻等，促进血液循环和气血生成。现在冬季也可通过煲汤来补气血，如当归生姜羊肉汤、枸杞生姜大枣汤等。运动方面，可挑选温和太极拳、瑜伽等，不仅可以促进气血流通，还能缓解压力，改善情绪状态。同时保持规律作息，避免熬夜，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气血的生成，所以从今晚起就开始早睡吧。